法军侦察船在黄海偷窥，与美军机狼狈为奸，瞄准我军航母，公然宣战背后另有阴谋。今天的局势令中国措手不及，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正当解放军在东海、黄海等多个区域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之际，美军一架 RC-135U 电子侦察机于7号当天出现了黄海，并进行抵近侦察行动，一度逼近我国青岛南侧的外海，且在该区域进行了长时间的盘旋。RC-135U 电子侦察机是 RC-135系列侦察机中的一款，被美军视为压箱底武器，能够很好的完成对于电磁波信号的收集，这其中包括对海搜索雷达的各种敏感信号。或许就如媒体所猜测的那样， RC-135U 电子侦察机的出动目的是为电子战做最后的准备。总之，在我军演习期间派出电子侦察机的目的绝对不是单纯的挑衅那么简单。值得一提，几日前有迹象表明，法国海军一艘名为落梅号电子侦察船也出现在黄海附近，甚至有逼近青岛的迹象。据悉，落梅号电子侦察船以低速进行航行，航行的目的十分明确，其对区域内的制定目标展开侦察。为了向美国示好，登上美国战车，法国不惜冒着惹怒中国的风险与中国作对。这段时间以来，法国海军动作不断，但像此次这般目的如此明确，倒是有些可疑。从时间点上来说，法国侦察机黄海偷窥，算是带头向中国宣战，美国军机是紧跟其后的。但法国作为跟班，不难猜测是事先就已经跟美国勾结了。那么对此，法国、美国先后派出军机军舰进入青岛附近，展开侦察的目的何在？说起来，解放军辽宁舰航母的母港就在青岛附近海域，而美国海军在亚太地区的唯一一艘航母里根号已经计划派往中东，配合美军在阿富汗的撤军行动。至此，其实里根号航母不会在亚太地区长时间的停留。那么，美国为了保证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感不被削弱，势必会有新的动作。从这个角度来看，不排除此次美国和法国将头号目标锁定在我军辽宁舰航母身上，等待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的到来。所以，与其说美军和法军是为了搜集情报信息，倒不如确切地说是为了英国航母打前站。英国航母的战斗力是有限的，美军和法军先派出电子侦察机和电子侦察船进行必要的信号搜集，对辽宁舰进行电子干扰，先一步为英国航母扫除部分障碍。倘若真是这样，如此阴谋是否会让中国在面临今天这种局面时猝不及防？换作以前或许会，但现在的中国绝对不会。中国早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面对西方的接连制造的围堵和阴谋，解放军早已严阵以待，做好时刻回击的准备。如果说黄海现如今出现了战斗警报，解放军会在美国等国家开火的第一时间进行猛烈的反击。美台危险互动激怒大陆，解放军3大军种战争警告，准备打仗。解放军一系列密集行动，台海地动山摇的日子或不远了。敬请关注本期节目。6月6号，美军C-17运输机搭载3名参议员抵达台机场这件事儿，仍然还在持续发酵，台海局势日渐紧张。然而，才过了几天，美国又准备做出危险动作。据《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援引美国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戴计划最快在10号和台高官对话，期望双方重启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谈判。在7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表示，美台已经或是即将就部分架构协定展开对话，该协议在特朗普任期遭到停摆。当时美政府拒绝重启谈判，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保住和大陆的贸易协定。为了推动谈判，台当局甚至不顾争议批准进口含瘦肉精的美猪、美牛。事实上，这个协定不仅事关经贸关系，也具有美台合作巨大象征意义。而在8号，日经亚洲评论又爆出，拜登政府又和日本一起说服7国集团成员国，试图在 G7 峰会声明上首次写入台海问题。与此同时，日本和澳大利亚2+2会谈上，双方联合声明就首次提及台海问题。美国和日本正在拉拢盟友，让他们明确在台海问题的立场。美国接连打出台海牌，而且美台互动步步凶险，已经激怒了大陆。解放军3大军种接连发出战争警告。在6月8号当天，中国火箭军在官微公布东风快递公开战备的演习画面，并配文：想挑事儿，想分裂，那给我听好了，担心利剑是我。而在6月9号，解放军陆军第80集团军官方账号发布一则消息，文案是准备准备准备，图片中还有准备打仗4个大字，背景是解放军发射导弹官兵实验演习的画面。当天，第80集团军神剑旅还举行了跨区演习誓师大会。当天，中国人民空军首次公开绕台主力轰6K 发射巡航导弹的画面，疑似长剑20导弹具备远程精确打击能力。而在最近，被奉为大陆攻台主力的解放军东部战区更是频繁演习。稍早前，东部战区第72集团军某旅多兵种联合演习夺海攻击。
近日，解放军东部战区第71集团军临汾旅也展开炮弹发射演练。在7号，东部战区公布第72集团军组织在东南沿海展开装载航渡演练，研究应急装载、远程航渡、底滩登陆等作战手段。而这一系列密集军事行动都和台海局势息息相关，或许距离台海地动山摇的日子很近了。中美对抗将是一场摧毁全球而没有胜者的战争，但中国真的有得选吗？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最近菲律宾领导人杜特尔特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他们不愿在这场对抗中站队。不可否认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意识到中国的重要性。马来西亚政界的常青树马哈蒂尔也选择了站在中国一边。他说，美国与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围堵中国，这样的做法非常不值得提倡。他还说，每一个国家单独的与中国合作都会带来共同的发展，但是多个国家联合起来打击中国，中国非但不会就此衰落，很可能还会触底反弹。所以他建议美国白宫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然而，和平只是幻想，美国现在正扣动扳机。以拜登为首，美国又一次拿起了新冠病毒溯源这顶帽子。这顶帽子让中国再次成为欧美国家舆论虚空打靶的靶心。不久前，拜登命令美国情报机构必须在90天内提交一份新冠病毒溯源报告。在今年的美国纪念日上，美国国会共和党209位议员联名致信众议长佩洛西，要求中国对此次流行病的爆发负责。为了达到他们的这一目的，美国议员们开始污蔑疫情始于中国实验室，但中国掩盖了这一事实。显而易见，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已经开始无限度的胡编乱造。这不禁让人想起过去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洗衣粉事件。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舆论战一直处于弱势，但美国人的步步紧逼下，中国开始正面硬刚了。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并形成了与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就比方说，近段时间的外交就不再跟随美国的被动解释，而是主动提出要对美国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进行调查。在看到中美之间你来我往的交锋后，美国人坐不住了，不少美国专家开始站出来呼吁，中美对抗将是一场摧毁全球而没有胜者的战争。但中国真的有得选吗？中国就应该像国际关系专家金灿荣所说的那样，放弃幻想，准备战斗。事情之所以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都是美国人步步紧逼才造成的。自疫情来，伊朗建立的 INSTEX 结算机制，在这件事上，欧盟和俄罗斯同坐一条船，利用人民币结算，快速发展最有可能挖掉美元霸权的数字货币。这也难怪美国如此狗急跳墙。拜登说出这么糊涂的话，也不足为奇了。